在下个月，属马人将迎来气场能量的特殊转变，运势会有些变化，尤其是随着星象的转变，属马人容易遭遇来自外界的干扰和压力，因此在下个月要特别警惕三个类型的人，以免给自己带来麻烦，影响自己的运势。接下来解析这三类人，请属马人千万要掌握，不要忽视。首先，属马人需要特别警惕那些爱挑衅和争论的人。这类人往往通过言语或行为上的挑衅来引发冲突，他们并不一定关心争论的内容或结果，而是以挑起争执为乐。对于他们来说，争论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达成共识或解决问题，而是为了通过争论表现出自己的优越感或让自己显得更聪明。属马人性格直率，喜欢坦率表达自己的想法，不喜欢压抑自己的情感，因此在面对挑衅时，常常会本能的做出回应。然而，这正是挑衅者想要看到的结果，因为他们并不在意是否能够与属马人达成和解，反而在享受争论带来的紧张局面。他们希望通过挑起争论来将属马人拖入无休止的对话或争执中，从而获得情感上的满足或控制感。在职场中，这类爱挑衅的同事或上级往往通过无理的批评或质疑属马人的能力，试图通过语言上的对抗来削弱属马人的自信心或工作表现。他们可能会在会议中提出无关紧要的反对意见，甚至当面质疑属马人的决策或工作方式，以引发争论，制造紧张的氛围。属马人如果不加以警惕，容易因为卷入这类无意义的争执中而浪费时间，最终无法专注于完成自己的工作任务。这不仅影响了工作效率，还可能在同事或上司心目中树立一个属马人容易情绪化、容易被激怒的负面形象，从而影响他们的职业发展。因此，属马人在面对这类挑衅时，必须保持冷静，不要轻易被对方激怒或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相反，他们应该学会识别对方的意图，通过冷静、专业的态度来回应对方，避免情绪化的回应。而在生活中，爱挑衅的人同样会通过挑刺或抬杠的方式让属马人感到不安。这类人在社交场合中往往喜欢通过语言上的挑衅制造矛盾，无论是在家庭聚会还是朋友聚餐中，他们总是试图通过抬杠或质疑属马人的言论来引发争执，破坏原本和谐的气氛。属马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保持冷静，不要轻易被这些挑衅者的言辞所影响。面对这种情况，属马人应当采取避免深入的交流，适度回避或通过幽默化解矛盾的策略。通过保持表面的和谐，属马人可以避免与这些挑衅者产生不必要的对抗，同时集中精力在自己的目标和生活上，而不是被对方的挑衅牵着走。第二，属马人需要特别警惕的是自私自利的人。属马人天性慷慨，乐于帮助他人，尤其是在朋友或同事遇到困难时，他们总是毫不犹豫地伸出援手。这样的性格使属马人在社交圈中备受欢迎，常常被认为是可靠的朋友或同事。然而，这也意味着属马人容易被一些自私自利的人利用。这类人通常只在自己有需求时才会接近属马人，利用属马人的善意来获取利益或支持，而当属马人需要帮助时，他们却总是避而不见。这种不对等的关系会让属马人感到自己被利用，长时间的单方面付出会导致属马人情感上和精力上的耗竭。在职场中，自私自利的同事常常通过各种手段让属马人为他们分担工作，甚至让属马人承担更多的责任，自己却享受工作成果。例如，在项目中，这类同事可能会夸大项目的难度或隐瞒重要信息，让属马人做出更多的贡献，而在任务完成时，他们却将所有功劳据为己有。属马人在面对这类同事时，如果没有设立明确的界限，往往会付出大量时间和精力，最终却没有得到应有的认可和回报。这种局面不仅会让属马人感到失望和沮丧，还可能影响他们在职场中的声誉和职业发展。为了避免这种情况，属马人需要学会设立清晰的界限。首先，属马人必须学会区分哪些同事是真心合作、愿意互相帮助的，哪些同事只是利用他们的善意来为自己谋取私利。
面对那些频繁索取帮助却不愿回报的同事，属马人需要果断拒绝他们的无理要求。属马人还可以通过委婉的方式告知对方自己目前的工作负担较重，无法提供额外的帮助，或者建议他们自己解决问题。通过明确的界限和果断的态度，属马人能够有效避免被自私自利的人利用，从而保护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在生活中，自私自利的人同样存在，他们往往是那些只在自己有需求时才会联系属马人的朋友或家人。这些人可能会通过各种方式让属马人为他们提供经济上的援助、情感上的支持，甚至是生活中的帮助。而当属马人遇到困难或需要帮助时，这些人却始终保持沉默或避而不见。这种单方面的付出让属马人感到孤立无援，情感上遭到极大的消耗。为了避免这种不健康的关系，属马人需要学会保护自己的时间和资源，设立明确的界限，拒绝不合理的请求。属马人应当优先考虑那些真正关心和支持他们的人，而不是总是为那些只知道索取的人付出。通过建立健康的社交关系，属马人能够更好地平衡自己的情感需求，同时避免被自私自利的人过度消耗。此外，属马人在面对自私自利的人时，还可以采取减少互动的策略。如果属马人发现某些朋友或家人始终只在自己有需求时才会联系自己，那么他们可以逐渐减少与这些人的互动，避免过度依赖这类关系。通过与那些真正关心自己、愿意付出的人建立更紧密的联系，属马人可以获得更多的情感支持和鼓励，而不会感到情感上的浩劫。同时，减少与自私自利的人的接触，也能够帮助属马人专注于提升自己的生活质量和职业发展。第三类需要属马人避开的是那些消极抱怨、传播负能量的人。属马人天生乐观，喜欢以积极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各种挑战。他们通常会通过努力和行动来实现自己的目标。然而，长时间与消极抱怨的人相处，属马人容易被这些负面情绪所影响，甚至可能失去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消极抱怨的人常常会对生活中的各种问题感到不满，习惯性的抱怨环境、工作、家庭，甚至是个人关系，但他们很少积极寻求解决方案。在职场中，消极抱怨的同事可能会通过不断散布负面言论影响整个团队的士气。例如，他们会抱怨工作负担过重、上司不公平，或者公司政策有问题，而这些言论很容易在办公室中蔓延。如果属马人长期接触到这些消极的信息，可能会不自觉地受到影响，开始对自己的工作产生质疑，甚至对职业前景感到迷茫。消极情绪一旦积累，属马人本来的积极心态就会逐渐被消磨殆尽，进而影响到工作效率和表现。在生活中，消极抱怨的朋友或家人也可能通过不断宣泄负面情绪来影响属马人的心态。这些人往往会将自己生活中的不满投射到周围人身上，无论是家庭聚会还是社交活动，他们总是充满负面的情绪，甚至会通过对他人的批评和指责来发泄心中的不满。如果属马人无法及时调整心态，长时间暴露在这种负面情绪中，他们的心情和心理状态也会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可能在不知不觉中变得消极起来。为了避免受到这些消极抱怨者的影响，属马人应当有意识地减少与这些人接触，尽量选择与那些积极向上、充满正能量的人交往。这不仅能够帮助属马人保持乐观和积极的心态，还能让他们从正能量的人际圈子中获得更多的支持和鼓励。属马人还可以通过培养积极的生活习惯，如运动、阅读、旅行等，来提升自己的情绪状态，避免被负能量侵蚀。总而言之，属马人在下个月需要特别小心和远离上述三类人，以更好地保护自己，避免被卷入不必要的麻烦和负面运势中，顺利度过下个月。